人来说，荷兰的教育体系有一点复杂，但事实并不是那么的难懂。今天就让我为大家拆解荷兰的教育系统。嘿，我是小云，这个频道是关于海外生活的知识和经验心得的分享。在荷兰，所有5岁到16岁的小孩都必须要上学堂，不然父母是会收到罚单或者是被起诉的。16岁之后，并且得到了中学毕业证书，你可以自由选择继续读书，还是踏入社会开始就业。首先，我们来说说有关于荷兰的学前教育，它是给2岁半到4岁的小孩。小朋友可以参加上午或下午的课程，每个课程是4个小时，它就像亚洲的幼儿园。但是在荷兰，不是每个小孩都需要上幼儿园，父母可以自由的选择把小孩送到托儿所或者是学前班。在这里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这些都需要自费，不过荷兰政府会给予一部分的补贴。有研究表明，荷兰的学前班可以有效的培养小孩的荷兰语能力。所以如果你一家人都不会说荷兰语，你首先要做的就是到你的 consultatiebureau，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儿童健康诊所，告诉他你的小孩不会说荷兰语，而且你们在家也不使用荷兰语。你的 consultatiebureau 就会给你写一封类似推荐信，或者是直接通知你那一区的市政府有关于你小孩不会说荷兰语的情况。这可以让你的小孩每周多上几天学前班。这样做的好处，除了可以让你的小孩在上小学之前学会荷兰语之外，就是有了 consultatiebureau 的推荐信，小孩的学前班费用会比较便宜。至于便宜多少，那就要看你所居住的城市，因为每个市政府所提供的福利都会不一样。接下来的就是荷兰小学。荷兰小朋友4岁入读小学，这里的小学是8年制。荷兰的小学有分好几种，有宗教学校、非宗教学校、道尔顿学校、孟德索里学校、私人学校、国际学校，还有的就是一般的荷兰学校。这里的入学申请可以说是相当的早，一般在小孩1岁到2岁的时候，就会收到市政府的通知书，要求父母为小孩申请学校了。4岁到6岁还不会说荷兰语的小朋友，也可以入读当地的荷兰学校，因为在这年龄段的小朋友是以游戏的方式来学习，他们1周有5天会浸泡在荷兰语中，所以你真的无需要担心你的小孩学不会荷兰语。那6岁到12岁还不会说荷兰语的小朋友该怎么办呢？荷兰有很多学校都已经开设了 Newcomer Class， 它是专门为刚到荷兰还不会说荷兰语的小朋友开设的，但每一座城市都会不一样。有一些 Newcomer Class 是在单独的一间学校，有一些就是在学校里的一个班级，小朋友会在这里学习大概1年的时间。这1年的重点学习是在荷兰语，但也会教授数学、体操、艺术、音乐。他们的目标不是让这些外籍学生的荷兰语变得多流利，而是让他们的荷兰语足以应付一般荷兰学校的课程。在小学这8年，学生们会有大大小小的考试，直到小学的最后2年，老师才会根据每个学生的具体状况，所谓的具体状况就是学习成绩、兴趣爱好、职业理想等等，来建议学生可以进入哪一所中学。但老师这时的建议并没有约束性的，他只是给父母一个大概，他们的小孩可以进入哪一所中学。直到小学最后1年的考试之后，校方才会正式的建议他们的小孩最后会进入哪一所中学。这时我想你会问，该如何帮小孩申请荷兰学校呢？在荷兰，每一个市政府都有不一样的政策，所以你首先要确定的是你将会在哪一座城市落脚，之后再到当地的市政府和学校进行全面性的了解，然后再做出申请。在这里我要离题一下，当小孩从小学升中学的时候，老师所给的升学建议不一定会符合父母的看法，老师所建议的中学也不一定是父母和小孩都喜欢的中学，父母也很有可能和老师的观点会不一致。
但这时你也不要着急，根据我朋友的真实经历，父母是可以和校方讨论，并且说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校方一般都会和父母协商小孩的升学方案。荷兰的中学分为3种，非 MBO、哈佛和非 VO。这3种中学最大的差别就是他们课程时间的长度。如果你初到荷兰，你的小孩已经超过12岁了，该如何申请中学呢？在荷兰，12到18岁还不会说荷兰语的小孩，首先会被安排到 Internationale Schakkelklas (ESK)， 它是一个国际过渡课程。在这里，学校会对学生进行测试，以便安排他们进入适当的班级。学生一般会在这里学习1到2年的时间。它的申请方式和我之前所说的一样，你首先要确定你落脚的城市，然后再到当地的市政府和学校进行全面性的了解和申请。荷兰中学非 MBO 一般是4年的课程，在一开始的2年，大家都学习同样的科目，但是在最后的2年，学生就得选择他们的科系，像是主攻技术性的，还是某些行业的特定人员。在就读 VMBO 期间，成绩优秀者可以选择转入哈佛，不然的话 VMBO 的毕业生一般会继续入读 MBO， 在那里接受技术训练。哈佛是5年课程，在就读哈佛的小朋友成绩通常会比较优秀一点点，毕业后可以直接申请 HBO， 就是 H 类大学。荷兰有43家 HBO 机构，他们提供200个课程，在这里你选择的课程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职业理想。最后一个是非 VO， 它是6年的课程，头3年学生们都学习同样的科目，后3年学生就得选择自己的科系，看自己想在哪一个行业发展。在这里可以选择像是医疗业、科学研究等等。通过 VVO 的同学都可以直接申请 HBO， 就是 H 类大学，或者是 VO， 就是 U 类大学。在就读 VVO 的同学一般都可以直升 VO， 就是 U 类大学的学士课程。那这是不是意味着 VMBO 和哈佛的同学就完全没有机会进入 U 类大学呢？不是的，并不是这样的。在荷兰就学期间，同学们都可以在学校的建议下，或者是和学校协商之后的前提下，转换到另一个中学的课程。比如说有一位学生，他的小学成绩不佳，无法进入理想的中学，但在中学期间，他的成绩却是名列前茅。在这时候，他就可以参加一些考试，然后转换到他理想的中学课程。据我所知，荷兰的教育体系是让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在茁壮成长的同时，也找出他们喜欢的课程和自己以后想走的方向。在荷兰，转换科系或者是终止课程并不是一件负面的事情，而是让学生有机会找到适合自己的课程，并从中获得成功。荷兰的中小学都是免费的，但学校会要求父母自愿捐款，每个学校的捐款额度都不一样，每一年大概在250欧元到2000欧元左右，这取决于家庭的收入水平。但荷兰的国际学校提供的是私立教育，因此父母需要自费。国际小学的学费每年大概在5000欧元到22000欧元左右，而中学的学费每年大概在8000欧元到23000欧元左右。这一些就是荷兰中小学的教育体系的基本大纲。想知道更多有关于荷兰大学的费用，可以参考我这一支视频。好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我是每周与你分享生活知识的小云。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请给这个视频点赞、留言、分享、转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Nothing's gonna hurt your girl. I believe you're here for a while, then we die.